男人只是在换神仪式上将哪吒错认成赤天使，结果却被哪吒一道血谋轰成了碎渣。可当我出言纠正此乃华夏正神时，却被加百列扣上亵渎西方神明的骂名，甚至全校300亿同学都嘲讽我愚昧无知。只因500年后冰川融化，大陆急剧缩小，被冰封已久的海族人趁机苏醒，他们刀枪不入，烧杀抢掠，短短10年，人类便被屠杀至近乎灭绝。而就在绝望之际，无尽星空突然飞来一尊石像，砸在人类大陆。一位西方老者虔诚地喊出石像名字，石像瞬间爆射出一道白光，注入老者体内，而老者顷刻间恢复青春，并拥有了无尽胜利，带领人类击退海族人，成为人族英雄。在这之后，无尽星空落下10几具石像，但全被教廷跟众神山垄断，而九州几百年来却没有一具石像落下，被西方歧视为卑微人种，甚至无数九州人崇尚西方，为生不是西方人而感到耻辱。而我作为一名21世纪高材生，却意外穿越到500年后的平行世界，成为了唯一认识华夏神明的人。随着主持人宣布神明传承仪式开始，一尊3头6臂的神像出现在世人眼前。然而这个世界从未有人见过如此造型的神明，一群无知之徒纷纷认为这是不伦不类的怪物。这时大主教加百列想要争夺哪吒，如果让他继承这个3头神明，教廷的统治将更加稳固。于是加百列振臂高呼，向世人许下诺言：神明继承之后，3头天使将广收信徒，庇佑万民。众人听后兴奋不已，但只有我嗤笑一声，敢把哪吒认成3头天使，简直可笑。这时加百列派出卡尔唤醒神明，伟大的米达伦大天使，信徒卡尔再次接受您的传承。不出意外，此话一出，石像纹丝未动。见状，卡尔冷汗直冒，还以为是自己不够虔诚，于是双膝跪地又复述了一遍。结果同样石像未做出任何反应，台下观众都认为是没喊对全名，我却咧嘴一笑，不是你的神，就算你喊破喉咙都没用。与此同时，众神山头领阿波罗走上了换神台，我们众神山的神，你们教廷也想沾染，真是贻笑大方。说罢，命令手下塞尔提斯去唤醒石像。只见男人扬起双手，大喝一声：格律翁，赐予我无穷力量吧！此话一出，哪吒血眸闪动，眉头轻皱，男人却不知此举已将哪吒激怒，还在高声呼喊着让其赐予他力量，结果直接被哪吒一道血眸化为灰烬。见状，阿波罗瞳孔一缩，台下众人纷纷议论这不是众神山神明。闻言，阿波罗急切开口，声称格律翁大神实力太强，普通人承受不住，并立马下令召集众神山所有继承者来。同时加百列也紧随其后，让教廷派人。这时我轻叹一声，缓缓开口：别费劲了，你们派多少人来都没用。闻听此言的加百列指着台下怒骂道：谁在大言不惭，速速滚出来！只见我叉腰冷哼一声，这座神像乃我九州神明，你们这帮西方蛮夷可承受不起。只听其声不见其人的加百列只能指着人群开骂。这时死党小胖规劝我赶紧离开，要是被人发现就完蛋了。而我看着加百列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直接从人群中走到最前方，厉声道：这尊石像乃是我九州神明。此言一出，数十亿观众瞬间哗然，都认为我疯了，竟敢亵渎西方神明。加百列更是让我跪下连续忏悔3万天，否则将会遭到神父剜心尸骨的诅咒。而我却不紧不慢，缓缓道：头戴乾坤圈，臂绕混天绫，脚踏风火轮，手持火尖枪。随着我口中关于哪吒的描写不断完善，加百列发现石像竟真的有了反应，于是他立马下令让人阻止我继续开口。然而就在几位黄毛即将靠近我时，我说出了哪吒最后一句召唤语：800万天兵都元帅，威灵显赫大将军，中坛元帅太子，天庭第一凶神，3界第一杀神，哪吒3太子速速显灵。而后一道火球直接将2个黄毛烧成渣渣。看到这一幕，加百列彻底慌了，万能的主请赐予我力量，消灭这一教徒。同时阿波罗也开始对我出手，伟大的父神，此子违背众神山意志，杀无赦。只见数道金光疯狂涌向我的面门，这时红缨枪突然冲身后飞射而出，一枪插入地面，轻松挡下了对方的合力一击。随后我缓缓拔出红缨枪，吾乃3坛海会大神，降天下妖魔，还人间光明。这一幕瞬间引起数十亿九州子民狂欢，纷纷高喊着哪吒哪吒二字。独裁数百年的西方教廷甚是不爽，竟一声厉喝镇压了所有人的呼喊。我冷哼一声，主教大人，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九州有什么？岂料加百列竟拔出圣剑，扬言要代表主惩罚我这个异教徒。一枪一剑瞬间碰撞在一起，九州神明，趁你还没消化之前死在娘胎里吧。与此同时，我唤醒神明的消息传到了皇宫内，女帝知晓后又是惊喜又是担忧。作为九州100年来唯一一名继承者，必定会遭到西方教廷和众神山的绞杀。于是他立马下令让大统领带2万将士支援。而我由于刚继承神明等级太低，已经被加百列和阿波罗车轮战打得毫无招架之力。阿波罗打算一剑彻底解决我这个九州野神，然而这一剑却被胖子舍身替我挡了下来。剧痛的胖子让我赶紧逃。加百列是战胜皆强者，是九州斗不赢惹不起的存在。看着好友重伤，我心中怒气暴涨到了极致。这时加百列却一副为民除害的作态，扬言九州贱民扰乱大会，抢夺神明继承权，要让我以死谢罪，昭告天下。可就在这时，一道刺眼的光芒照亮天穹，紧接着一道更为猛烈的爆炸声从天而降，来人正是九州统帅太城大统领罗天，想在我太城杀人。加百列主教好大的口气，哼，被我教廷称为异教徒之人，不管何时何地，我都有权代表上帝审判他。闻言，罗天不再与其废话，一声令下2万九州将士列阵在前，这毫不畏惧拼死相护的场面，让阿波罗与加百列瞬间理智了起来。如果一旦开战，恐怕会引发世界大战，并且以目前兵力来看，
教廷此行并未带重兵，就算他能脱身，也会遭到教皇追责。衡量再三后，加百列只好暂时作罢。但临走前还不忘威胁道：“你们九州定要付出惨重代价。”见状，罗天立马下令救治伤员，随后又让我去军营详谈后续计划。而我前脚刚答应，后脚就被传送到一片茂密的森林，并且出现一个提示框：欢迎来到主神空间，检测到哪吒在主神空间外等候，是否让他进入？我没有犹豫，当即选择了是。随后哪吒出现在我面前，抱拳行礼道：“上仙，您找小仙有何事？我在九州喊出了你的名字，得到了传承，只是我有一事不解，九州这几百年来，为何从未降下一尊石像？1000年前，星空彼岸出现裂痕，大批元兽跟异人从裂缝中涌出，企图冲击蓝星。东西方所有神明踏上天路阻击，我东方神明作为主力，根本没有余力回归。西方神明失去信仰之力，只能当后勤，利用陨石凝造石像回归蓝星，重拾信仰，这才开始逐渐追上东方神明。我们这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降下一尊石像，本以为无人认识，哪曾想被上仙喊出了真名。上仙，感谢您能喊出我的真名，让我接受信仰之力，还望上仙能普及战友们的名字事迹，祝我等早日战胜异人元兽。说罢，哪吒又掏出一盒老君炼制的9转紫金丹，此丹服下对修炼大有裨益，既然能提升修为，我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收下丹药后，我便让哪吒回归域外战场。之所以哪吒会称呼我为上仙，是因为在主神空间内，我就是天宇大道，就算红军老祖来了，也要尊称我为上仙。这时我刚吞下紫金丹，周身血脉恍如烈日灼烧般猛烈冲击，竟然直接让我晋升到了5图巅峰，而后一个大跳就飞到了军营，揪住罗天不停催问哪里有水。得到答案后，我一个箭步朝泳池冲去，跳进泳池后，我不断释放体内的能量，短短几分钟连跨2级突破至50巅峰。这一幕把泳池外2人都看傻了，有史以来从未有人有如此逆天的修行速度。然而这一幕却被树上的电子鸟尽收眼底，而站在观察室的人正是教皇奥古拉。见到我连续突破2大境界后，奥古拉意识到必须要将此人扼杀在摇篮中，而此时我正在准备九州神明哪吒见面会。会议开始前，罗天嘱咐道：这次见面会旨在向全世界宣布九州有神，以及哪吒是我们九州神明这2点。看到罗天凝重的表情，我缓缓开口：放心吧，罗老兄，我有办法。只是加百列他们也会出席这次见面会，我怕他们狗急跳墙，还请老兄多多关照。说完，我便在万众瞩目下登上演讲台。不料刚上场就遭到台下无数同胞嘲讽，明明是西方神明，却被九州占为己有，这完全是赵飞宇自编自导的一场戏。大家千万不要被九州军方骗了。台下加百列此时内心极为得意，因为这些挑事的串子全都是他提前收买来拆台的，而我对众人的嘲讽早已有了应对方式。既然大家不相信九州有神颠倒黑白，那我就让九州神明重现人间。说罢，我大手一挥，身后涌出一条高100丈的青龙，紧接着画面中出现哪吒闹海的场景。为而寻仇的龙王盘踞天边，大喝一声：李靖，交出哪吒，否则我水淹陈塘关，让你千万百姓为我而陪葬。哪吒扬起双指，一字一句道：老牲口，你儿作恶多端，残害百姓，杀他是为民除害，你若报仇找我一人，何故为难我父母？子不教父之过，你全家都得死。好，那我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从此哪吒与他人再无瓜葛。加百列瞬间慌了，连忙大喝说这是九州神明的幻术。听到这话，我立马回怼道：难道加百列主教是承认九州有神了？同时台下观众也附和起来。如果哪吒是西方神明，为何他的父母是九州人？见根基不稳，加百列再次大喝一声：据圣经记载，世间万物皆为上帝所创，就算光明大天使是九州诞生的神明，那也是上帝创造的光明大天使。闻言我不禁嗤笑一声，真是可悲。西方创世说，西方不过是我东方神明摒弃的糟糠之地。听到祖弟被辱，加百列气急败坏，黄口小儿信口雌黄，有本事拿出证据来。果然这老家伙上了我的当。于是我抬手指天朗朗开口：九州神话第1章，盘古开天辟地。话罢，画面中出现一人手持巨斧将黑暗劈开，紧接着天空出现9道烈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造人补天，后羿射日等一系列九州神明事迹。九州子民这才意识到，九州不仅真的有神，就连这个世界都是九州开创的。然而就在无数九州子民欣喜之时，却有人在暗中放冷箭。只见一道金光穿破20米厚的大楼，不偏不倚地射向了我的喉管。好在这时罗天统领反应及时，挥出长枪挡下了这致命一击。阿波罗，你无耻！只听阿波罗手持长弓沉声开口：罗天，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此人用虚假幻象颠覆我西方创世说，他是我众神山的罪人，你敢保他？同时加百列也站了出来：你想跟我整个西方为敌？罗天冷哼一声，冲着加百列伸出长枪：白皮猪，你少拿西方说事儿，要战便战，我九州何惧？同时无数身披铠甲的九州军人冲身上前：要战便战，我九州军人何惧？加百列见人多势众，冷笑一声，只好悻悻离去，而我也在罗天的护送下离开了。这时梁瑞突然追上来，低声道：赵王先生，我家供奉着一个20多公分的石猴雕像，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下面写着齐天2个字。我立马打断了梁瑞的话，不禁失声开口：齐天大圣。闻言梁瑞身子一震，正如他所料，石猴果然是九州神明。罗天也在一旁问道：刚刚我看神话投影，有一个神猴一棍子打碎了一座宫殿，那位神猴难道跟梁瑞家的石猴雕像有关？没错，就是他。我重重的点了点头。
齐天大圣是女娲娘娘炼尸补天遗留下的五彩神石昔日经月华所化，跟哪吒一样都是古代九州人心目中的英雄。另一边，教皇奥古拉看完整场哪吒见面会直播后，立马让海德尔率领10位天空骑士前往九州，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赵飞宇的人头。与此同时，九州王城内，女帝也对我早上所展现的神话投影震惊不已。原来九州一直有神，而且有数不清的神明。传我命令下去，请赵飞宇进城。这时我已经回到了军营，在练功房开始了修炼。这一次我除了开始全力运转周天，同时也在修炼9转元功里的功夫。几乎每隔2个小时，周身就因磅礴的能量必须要进入水池降温。随着9转紫金丹药力源源不断的进入血肉之中，修为直接从武士巅峰提升到了5尊初期。而令我为之欣喜的是，我的意识海中又多了一部功法——缩地成寸，咫尺天涯。所谓缩地成寸，乃是一门折叠空间的神通，修到极致，踏出一步便可前进万里之遥。不过现在的我修为尚浅，修炼了一晚一步也只能行进几百米远。这时胖子气喘吁吁地叫喊着我的名字，我微微一怔，轻轻捶了王帅一下：“你小子怎么来军营了？”王帅气喘吁吁地说道：“这不还是沾了你的光吗？咱爹妈都在前线，大统领知道我们2个都打算参军，现在你成为神明提前来了军营，大统领也就派人把我也一并接来提前参军了。”闻言我不禁打趣起来：“你这脑袋大脖子粗的样子，是打算做火头军吗？”王帅白了我一眼：“你小子可别小瞧了我，你现在成神明了，说不定我也能成为神明，扬我九州国威。”我神色一动，立马开口：“你别说，还真有位神明适合你。”王帅一袭五官几乎挤到了一起：“真的？是哪一个呀？快告诉我！”时机未到，说罢我便仰天哈哈大笑起来。这时罗天突然带着几人走了过来：“飞宇，这位是本省总督张胜春，见过总督。”我肃然起敬，立马对着张胜春敬了一个军礼。张胜春个子很高，给人一种睡不醒的感觉，但他身上那股上位者的威压却是不容小觑，精气内敛，至少也是位5尊初期的高手。赵飞宇同志，感谢你为我九州神明证明，不知你对京城有没有兴趣？闻言我不禁一愣，随即深吸了口气。我对京城还是挺感兴趣的，不过总督应该不会只是想带我去旅游吧？张胜春闻言爽朗地笑道：“你小子倒是聪明，那我就坦白告诉你，女王想要见你一面。”九州女王东方玉晓。我身子一震，脑海里浮现出那道绝美的身影。东方玉晓作为目前九州第一高手，前身只在4年前女王登基大典的时候，在电视上有幸见到过一次。九州女王可是单身哦。王帅冲我挤眉弄眼，嘿嘿笑着提醒道：“你现在是九州神明传承者，你们2个郎才女貌，正所谓女大10样样直，你就偷着乐，滚滚滚！”我一脚踹在王帅屁股上，没好气地骂道：“对女王能不能尊重点？”看着表情古怪的张胜春几人，王帅不禁缩了缩脖子。张胜春轻咳一声，严肃开口：“飞宇，这次京城之行由罗天以及他麾下的20位精英护送你，你准备好后随时可以动身。”我点点头，正色开口：“我只需要一身像样的衣服，随时都可以走。”半小时后，我在罗天护送下进入了子弹头列车。子弹头列车时速可达到500公里，从泰城到京城只需要20分钟左右。伴随着列车启动，周围景色快速倒退，罗天等人闭目养神，而我内心却激动万分，马上就能面见人人敬仰的九州女王，这感觉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不过10多分钟，罗天突然眉头一皱：“注意警惕，小心有敌袭。”话音未落，只见一道白光闪过，伴随着轰隆巨响，前面的轨道拦腰炸成碎片，子弹头列车剧烈颤动，脱轨飞了出去。罗天大喝一声跳车，然后掏出长枪在列车劈出一道口子，反手抓着我从车内跳了出去。这时以海德尔跟加百列为首的30余人缓步从远处走了过来，海德尔不住拍手戏谑开口：“不愧是罗天大统领，这样都弄不死你们。”罗天抬眸，眼中尽是杀意：“海德尔，你们教廷敢在我九州境内杀人？”赵飞宇当着全人类侮辱我西方神明，鼓吹东方创世说，必须受到审判。我忍不住怒声质问道：“任何反对你们教廷的人都会被说成异端，你们教廷是不是太霸道了？”我教廷就是这么霸道。加百列手持10字圣剑大声开口：“但是上帝降爱于世人，有一颗宽容之心。如果你现在承认三坛海会大神是上帝座下的司法大天使，我会代表上帝宽恕你的罪过。”闻言我冷笑一声：“对于你们，我只能说3个字：什么？”加百列下意识追问道。只见我竖起中指，咧嘴一笑：“法克尤。”加百列脸色一寒，立马下达了作战指令：“速战速决，一个不留，保护我九州神明！”20精英齐声大喝，手持长戟迎了上去。罗天则手持长枪将我护在身后，惶惶不安。如果只是一个加百列，自己有信心将其击退，可还有一个同级别的海德尔虎视眈眈，一人对战2大战胜，毫无胜算。这时海德尔掏出10字圣剑，冷声威胁起来：“罗天，我们的目标是赵飞宇，识相的滚回泰城去！”罗天心一横，长枪一拧：“护我九州神明传承者，命死不退！”20精英连连后退，也同时发出一道吼声：“护我九州神明传承者，命死不退！”一时间众人战力瞬间暴涨，扭转了颓势。赵先生，我们带你走。这时2位精英退回到我身边，低声喝道。看着众人为保护自己苦苦奋战，我忍不住问道：“你们这是气势怎么突然提升了那么多？”我们燃烧了潜能，能让战力一瞬间爆发，这是我们九州将士与海族人对抗时研究出来的，可以最大程度的击杀海族人。如果出现转机，可以停止燃烧潜能，但是会失去一部分精血，并不致命。闻言我恍然大悟，立即大喊道：“大统领，还有众兄弟，快来我身边！”罗天虽疑惑，但还是第一时间退了回去。18精英见状也没有多问，也全部回到了我的身边。大统领，大家彼此抓住战友的手。看着我的举动，西方阵营不由嘲讽起来：“赵飞宇，你觉得你还能逃得掉？”这时我心中默念着缩地成寸，紧接着数十人周身升起一层金光。见状，海德尔似乎意识到了不妙，手持10字圣剑施展出最强一击，而几乎在同一瞬间，我低喝一声走，
众人身上刺眼金光一闪即逝。与此同时，圣光直接将地面轰出一个直径100余米的大坑。加百列看着地面的废墟，狐疑开口：“都死了？”发现地面没有任何血迹的海德尔震惊道：“不，他们跑了！”我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空间之力。闻言，两人不禁身子一颤。空间之力，那可是只有真正的神明才能拥有的神术。肉体凡胎施展空间之力，瞬间便可被撕成碎片。可只有5尊修为的赵飞宇是怎么施展出来的？而且加百列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九州神明的传承之力似乎要比西方神明的传承之力强大得多。单单是一个赵飞宇就让教廷遭受如此巨大的威胁。如果九州再多几尊石像，或许真的能颠覆九州人对于神明的信仰。想到这，两人已经不敢再继续往下想了。赵飞宇绝对不能活！加百列怒喝一声，率先化作一道流光冲了出去。而这时，我带着众人已经到了京城大门前。平稳落地后，罗天一脸震惊开口：“飞宇，你刚用的是神通？”我点了点头，没有隐瞒解释道：“这是哪吒三太子的缩地成寸，简单来说就是将空间折叠起来了。1公里在我眼里只相当于1厘米。”不单单是罗天，20精英也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上百公里的路程只踏出一步就到，这神通也太恐怖了吧！我挠了挠头，尴尬开口：“主要是因为你们燃烧前能帮助我施展了出来，不然单靠我目前的实力，只能勉强前进几百米而已。”在京城外围休息了半个多小时，罗天安顿好20精英后，便带我来到了皇宫，终于见到了九州第一高手女帝东方玉晓。罗天见过陛下，赵飞宇属下带来了。东方玉晓微微点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可下一秒却秀额微蹙，身上杀意尽显，燃烧了身体潜能。罗天点了点头。路上遇到了教廷劫杀，东方玉晓柳眉一挑，冷喝一声：“进我九州如同进入自家后花园，教廷实在是太嚣张了。对了，你们是怎么全身而退的？”罗天扭头看着我，一字一句道：“是飞宇施展了神通。”神通？闻言，女王一愣，狐疑地看向我。我笑着解释起来：“相当于西方神明的神术，但是比神术要强悍很多倍。”东方玉晓神色一动，微微诧异：“我们本来燃烧了身体潜能，准备与教廷同归于尽，结果飞宇让我们聚在一起，彼此抓住对方的手，只踏出一步就来到了100公里之外的京城。一步100公里！”东方玉晓吃惊的嘴巴差点掉地上。罗天确定的点头答道：“没错，若非飞宇，我等怕是。”东方玉晓深吸一口气，神通果然恐怖。我们九州神明都有这样的神通？我点了点头，大多数吧。很多神明都有着强大的神通跟法宝，但还有一些大能只凭借肉体力量就强悍无匹。闻言，东方玉晓倒吸了一口凉气，又欣喜万分。这么说，咱们九州神明要比西方神明强大的多了。西方神明有什么资格跟我九州神明相提并论？我九州神明随便一位都可碾压西方天使。东方玉晓重重的点了点头，看向罗天。罗天立马会意躬身道：“陛下，罗天还需要安排一些事情，暂且告退。”东方玉晓微微点头，看着罗天离去的背影，不禁叹了口气：“赵先生，对于九州国情况，你肯定也有所了解了。虽然我们独辟午休一途，但午休说实话很难。我军队大部分将士只修到5尊，便再也无法寸进，最强者只有一位罗天大统领，历尽千难万险才突破至5圣，而本王也是在九死一生、濒临死亡间才晋升为武皇。”我点了点头，十分认同女帝的担忧。与信仰神明获得传承之力相比，午休的确要属下乘。东方玉晓苦笑一声，再度问道：“你可知道目前世界的局势？九州无神，东方无神，西方为对抗海族的第一梯队战力，九州国只能沦为西方的附庸。事实上，比这还要悲惨。”东方玉晓冷哼一声：“西方数十名神明继承者通过信徒呼唤石像真名获得传承之力，在每次对抗海族的大战中都能做出巨大贡献，而九州国人屡屡只能做前线的炮灰。加之教廷跟众神山鼓动九州无神乃是最低等人种，导致现在70%九州人信仰西方神明，九州乃至整个东方早已沦为西方神明索取信仰之力的后花园。”听到这，我咬了咬牙，没有说话。在九州神明还未出现之时，西方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好在已经有了九州神明。东方玉晓笑了笑，话锋一转道：“赵先生，你可知本王召你来的目的？”我摇摇头，吐出2个字眼：“不知。”本王召你来，其实是想看看你的品格心性，结果却大大出乎本王的预料，能成为九州第1位神明继承者，果然不同凡响。当然，还有一件事是想请教一下赵先生。几天前，在我九州西南神农架出现了神秘景象。东方玉晓说着，袖手一挥，在我的面前播放出一段投影。投影里，神农架上空彩云飘飘，如梦如幻，山区间也是七彩阴云，美轮美奂。东方玉晓沉声开口：“这是3天前拍摄到的，只持续了5、6秒就消失了，只是暂且还不清楚是异宝还是实像。”闻言，我眯起双眼，低声问道：“你有没有看到雾气中似乎有仙女在飘荡？”东方玉晓皱眉狐疑道：“真的吗？”而我却格外兴奋，或许又有一尊九州神明即将出世。哪吒石像从高空砸下可是没有什么异象，但现在石像还未飞来此处，便出现这等奇观，来的恐怕不是一般神明。东方玉晓神色一动：“你确定？那你可知神像真名？”我摇了摇头，只能说是猜测，一切只能等去了才知道。好，不管是神像还是异宝，再有2天肯定会出世，到时你陪本王一起去。殊不知神农架的几秒异象早已被有心人拍到传到了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短短2天时间，世界各地就有无数人赶到了神农架，试图得到机缘。教皇则派出了圣骑士海德尔以及30位天空骑士，众神山女神王爱丽丝不甘示弱，同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出了1位主神继承者。而九州本土西南总督张传杰则派遣了上万将士驻扎在神农架旁，静静等待。这里是九州，神迹既然是在九州出现的，那就必须属于九州。次日清晨，一道光束直达天际，形成一道异象。东方玉晓望着天边，喃喃自语：“这到底是什么石像？
还未降下就能引来如此奇观。话音刚落，海德尔跟阿瑞斯二世便带人赶了过来。此处现在由我教廷跟众神山接管，闲杂人等速速离开，否则杀无赦。张传杰脸色一寒，大步踏出，冷声喝道：“我堂堂九州土地，什么时候被你教廷接管了？”海德尔丝毫未将张首领看在眼里，凡是石像降落之处，都属我教廷管辖之地。你九州不过是神器之地，也敢多嘴？不等张首领说话，女帝便冷哼一声，冲着教廷两大势力抬手一指：“那是曾经，现在我九州岂甘于人下？”一时间，九州上万将士手持长戟列阵在前，要战便战。海德尔二人眉头微皱，这里毕竟是九州地界，真打起来讨不到便宜，只得冷笑一声，带人回到各自阵营休整。突然，一道道龙鸣声自山间传出，我脸色一变，不禁低声喝道：“来了！”只见在彩光之中出现了一龙一凤，仰天长鸣，其间还伴随着无数祥瑞，高空隐约可见有身穿七彩纱衣的仙女在飞舞。东方玉晓突然精神一振，仰头看向高空，是石像。紧接着一道七彩霞光划过苍穹，以近乎光速呼啸而来，轰在了龙凤之间。很快，七彩霞光收缩回到了石像体内，一尊巨大的女神石像出现在世人眼前。看到石像真容后，我激动地打了一个冷战，竟然是瑶池金母，上古女神女仙之首。不知情的女帝有些紧张，低声问道：“赵先生，这尊石像可是我九州神明？”我毫不犹豫，立马做出回应：“当然，若非如此，怎么会落入我九州国土？”女帝身子一震，俏脸激动得通红。那你知道这位神明的名字？当然。我嘴角微翘，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可就在两人欣喜之时，一位女战士却抢先来到了石像前。伟大的海神之女，神武天皇之母，我赞颂您的宽厚与仁慈，请您降下神光传承于我吧。伴随着女战士的呼唤，石像上的神光开始缓缓消失，高空凝聚出一团黑云，雷蛇攒动，整个神农架都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威压所笼罩了。有人微微摇头，低声叹息，看来他喊错名字了。话音刚落，女战士便被一道闪电劈成焦炭，这就是念错名字的代价。一时间无人再敢贸然上前。海德尔跟阿瑞斯二世彼此也是虎视眈眈，而就在两大势力即将剑拔弩张之时，女帝东方玉晓却飞身来到石像前。这一举动让所有势力倒吸了一口凉气。九州女帝亲自涉险，难道说九州国已经胜券在握？阿瑞斯二世跟海德尔紧紧皱起了眉头。这个女人，她疯了吗？女帝站在石像前，神情严肃，深吸一口气。刚刚我已经悄悄告诉了她关于石像的全部来历，但这其中充满了变数。一旦认错石像，哪怕侥幸活下来，也会陨落成凡人。但是她最终选择相信我的话，为了九州未来，自己必须站出来身先士卒。上万将士看着如此决绝的女王，更是感动落泪，直接将神像及东方玉晓护在了中间。九州万岁，陛下万岁！东方玉晓双手握在胸前，深吸一口气，朗声喊道：“这青群入天门，拜瑶池一金母。”此话一出，天空乌云瞬间消散，石像顿时爆发出道道七彩霞光，龙吟凤鸣声再度出现。如此一向令围观众人脸色大变，纷纷大喊起来，言语中仅是嫉妒和仇恨。九州无神向来是人类共识，可如今却接连唤醒石像，这让垄断神明数百年的西方人简直无法接受。见到众多黄毛白皮猪气急败坏，我却淡淡一笑，由东方玉晓作为西王母的继承者再合适不过。这时女帝面露喜悦，再度开口：“九光夫人，使阴之气至西方。”一时间石像中七彩神光冲天而起，天空出现一道闪着金光的女神虚影。此时无论是众神山还是教廷都慌了，这尊九州神明若完全出世，九州无神论将会被彻底推翻，九州人对于西方神明的信仰也会转投九州神明。东方玉晓必须得死！为了防止出现神话广场那样的情况，教廷联合众神山肃清了所有记者跟网红大 V， 更不允许有人录像或者是拍照。因为现在神明虚影已经出现，但现场之外的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因此只需将在场所有人全部杀光，就不会有人知道这尊神明被谁继承，两大势力在九州的信仰也就不会被掠夺。一时间，海德尔跟阿瑞斯二世交换了一个眼色，按下交代给了十字军以及众神山卫队。这时女帝终于喊出了神像真名：西华之至妙，动阴之极尊，东方玉晓，有请王母娘娘。一时间，天空神明绽放出万道光芒，仙音袅袅，无数仙女在神明身边翩翩起舞，一股威压从神明体内爆发而出，很快便覆盖了3000万平方公里土地。神农架所有人都臣服在了这股威压之下，修为弱的直接跪在了地上，即使是阿瑞斯二世海德尔之流也不甘地低下了头颅，眼中满是恐惧。东方玉晓此时张开双臂飞上高空，被七彩神光裹在其中，继承着来自神明的力量，直到神光逐渐消散，众人才得以喘息。这时海德尔裹挟着滔天杀意，怒吼道：“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统领率领2万将士将女帝护在身前。海德尔看着奋起反击的众人，却一脸嘲讽：“一群蝼蚁也敢反抗？”闻言，将统领挥出手中长剑，腰斩一位天空骑士后，寒声开口：“犯我九州者，虽远必诛！”众将士被张传杰情绪感染，齐声怒吼：“犯我九州者，虽远必诛！”阿瑞斯二世一声大笑：“一群蝼蚁也想服由汉术？”这时我看了一眼半空的女帝，顿时大笑起来：“将死之人也敢狂妄！”原来女帝已经得到了西王母神灵继承，虽然修为还在武皇初期，但神灵传承可不只是说说而已。除了西黄金，她还获得了一个逆天的传承——诸天神法。西王母掌管罚恶预警灾厉，为女仙之水，身怀1780种刑罚，可铲除一切邪魔外道。而在九州神话体系中，蛮夷的西方神明就是邪魔外道。阿瑞斯二世双眼一眯，厉声喝道：“速战速决！”东方玉晓脸色一寒，立马开始布置杀阵。只见一阴一阳2道气体冲天而起，彼此纠缠旋转，竟形成了一个双鱼图，正是上古杀阵10绝阵之一的地裂阵。就算是神明踏入，也会尸骨无存，灰飞烟灭。这时东方玉晓突然一声娇喝：“九州将士退！”
张统领一怔，虽然不解，但还是第一时间率众向后退去。目中无人的阿瑞斯二世冷笑一声：“怎么？你想一个人对抗我们所有？要知道，就算是神王爱丽丝，也不可能同时对抗2位战胜50余位战士。”东方玉晓这般行为无异于找死。突然，东方玉晓一声大喝：“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动言巨眼道：“莫与是神仙！”双鱼图金光闪烁，直接罩住了教廷跟众神山等人。尽管2大战胜心有不屑，此时也感觉到了不妙。海德尔不禁大吼道：“快退！”一时间，众人连忙向外退去。只是九州双鱼图本就神秘莫测，更何况地裂阵早已成型，想要退出早已成了奢望。众人不管走到何方，只要到了双鱼图的边缘，就会莫名其妙的回到中间，犹如进入了一座迷宫。阿瑞斯二世大惊，这是怎么回事？说罢，他手持法杖对着高空双鱼图猛戳。然而双鱼图只是微微颤动了一下，便将这股力量全部吸光，增加了法阵稳固性。阿瑞斯心中终于有了一丝恐惧，被锁在地裂阵中的白皮猪们也慌神了。快放我们出去！父神不会放过你们的！卑贱的种族竟敢困住我们这些人上人！我从这个图案中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遥望双鱼图，即使相隔100米，张传杰还是从心底里感觉到了震颤。我咧嘴一笑，跟张统领解释了一番，这是女帝继承的神通，海德尔等人已经完了。张传杰闻言瞳孔一缩，带着质疑开口：“女帝一人能击杀2位战胜50余位战士？”我耸了耸肩，吐出2个字眼：“很难吗？”这张传杰不敢回答。虽然东方玉晓乃是武皇，但要对付这么多人也不是一件易事。到底是什么神通能对付这么多人？再长如珠翼，当空4月圆，攻城归雾外，直入大罗天。东方玉晓再度交喝，手中红色小旗轻轻晃动，双鱼图下彩云袭来，瞬间电闪雷鸣。这到底什么神术，竟有如此威能？海德尔紧握十字圣剑，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全身圣力灌注于十字圣剑之上，对着高空就是一斩。结果双鱼图一道七彩闪电直劈而下，竟将这道十字斩劈了个干干净净。海德尔身子一震，彻底傻眼了，自己全力一击，就算是教皇都不可能轻而易举接下，一道闪电居然能有如此威能。还不等反应过来，又是一声惨叫响起，只见地面突然窜出一道火焰，正好轰在一位战士身上。那人身上的盔甲尽管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遇到这道火焰居然连盔甲都燃烧了起来。海德尔瞳孔一缩，十字军的盔甲乃是金刚打造而成，得到胜利加持，可谓无坚不摧，现在居然被这股邪火给烧着了。一声声巨响从高空云团中出现，一道道闪电随时有可能倾泻而下，而地下火焰出现的速度也快了起来，不断有战士被烧成灰烬。万能的主啊，请您下世拯救您的信徒吧！此时已经有天空骑士放弃抵抗，跪地祈祷。嚣张的阿瑞斯二世终于慌了，东方玉晓，快放我等出去！敢杀我们，众神山跟教廷联手必会将你整个九州踏为平地。女帝可以动手了。这时我心中冷笑，凑过去低声提醒道。东方玉晓微微点头，红色小旗对着前方一指，一时间无数道闪电从天而降，地面变成了一片火海，惨叫声不断。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2大势力被单方面屠杀，不过3分钟，地裂阵内所有人都被烧成了虚无，围观众人早已目瞪口呆。这就是九州女帝继承到的神术吗？挥手间击杀2大战胜50余战师，看来九州崛起势在必得，而教廷众神山终将会成为过去式。很快双鱼图开始消失，地裂阵逐渐消散，天地归于平静。九州将士早已激动万分，纷纷大吼起来：女帝神威，神术无双，千秋万代，一统天下。而伴随着神像被运走，神农架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教廷内，教皇奥古拉大发雷霆，他现在只想派遣所有十字军跟天空骑士前往九州，直接将九州国踏平。但海族新一轮的攻击即将开始，教廷众将士必须要守在海岸线上。近几年来，海族人攻击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经常出现战胜级的大将。信仰之争虽然重要，但守护蓝星更重要。很快教皇便释然了，不过是出现了2尊石像而已，就算超越主神，就算打破了西方势力宣扬的九州无神言论又能如何？九州70%国民信仰西方神明，这是既成的事实，因为神明信仰一旦形成就不能更改，否则将会引来神罚，重则灰飞烟灭，轻则重伤不治。信仰之力便是神明强大的基础，2尊神明继承者最多只能得到30%九州民众的信仰之力而已。而东方玉晓跟赵飞宇也在第2天清晨赶到了秘密基地。女帝，4大军区总督统领齐声行礼。东方玉晓微微点头，辛苦大家了。张胜春躬身道：与女帝跟赵先生所做的，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东方玉晓深吸一口气，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九州的未来，所有人都是伟大的，为九州，为女帝，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人几乎异口同声的喊道。东方玉晓展颜一笑，外面怎么样了？西南总督张传杰恭敬地回答道。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对于东方女神像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国内一些家族已经在秘密跟西方2大势力联络，西方2大势力向我们下了通牒，要求我们交出2尊石像，否则将会对我们进行审判。东方玉晓不屑一笑，痴人说梦，想让我们妥协简直是在开玩笑，大家准备好了吗？张胜春立马恭敬回应，4000敢死队早已等候多时，信仰转变仪式随时可以开始。东方玉晓抿了抿嘴唇，转变信仰的危险性跟将士们都说了吗？都已经解释清楚了，所有将士无一人退缩。殊不知加百列自从上次刺杀与失败后，一直没有离开九州。为了控制九州，教廷每年都会从九州各大家族挑选几名优秀子弟，成为十字军以及天空骑士，由此得到教皇赐福，才有资格接受神明的某项传承光宗耀祖。此时加百列正在京城程家做客，家主程天霸恭敬地站在加百列身旁，主教大人，这是上好的碧螺春。加百列微微点头，程天霸再度躬身问道，这次我们程家一共选定了7位精英，把他们喊上来您考验一下。
加百列冷笑一声：“程天霸，你觉得你们程家还有资格送人来我教廷？”一句话令现场气氛直接降至冰点。加百列再度冷笑：“你们九州可是马上要崛起了呢！”程天霸吓得一哆嗦，直接跪了下去：“主教明察，我程家对教廷一向忠心耿耿，绝无二心。我程家并未与东方玉晓同流合污。”加百列邪眸厉声开口：“你的忠心谁能证明？”程天霸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有一个消息，绝对能证明我的忠心。九州四大军营总共有4000将士来了京城，打算将对西方神明的信仰转变成对东方神明的信仰。”加百列一愣，顿时哈哈大笑起来：“这女人是疯了吗？曾经有一位天空骑士想改信众神山上的神明，结果在信仰改变的一刻降下神法，直接被劈了个魂飞魄散。更何况现在是从西方神明改信东方神明，不管是谁改变信仰，只有死路一条。”程天霸接下话茬，开始捧臭脚：“九州女帝这是在自掘坟墓。”听着程天霸的话，加百列很满意：“你程家果然是对我教廷最忠心的。那7位精英可以跟我前往教廷。”与此同时，一位身穿夜行衣的男子竟使用遁术偷偷混进了九州秘密基地，最终他隐藏在了练兵场一侧的暗处。4000将士强大的气血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足足过了1分钟才终于调整好状态，将微型摄像头对准2尊神像后便不再动弹。这时我和女帝来到练兵场，静静地看着4000将士。东方玉晓沉声问道：“召集大家来的目的，大家都清楚了吧？”一众人齐声大喝，响声震天，竟令整个练兵场都在轻微颤抖。东方玉晓再问：“这其中的危险性大家也都知道了吧？”“是。”众士兵再度大声吼道。东方玉晓不禁深吸一口气，对着2尊石像微微欠身大声喝道：“九州有神！九州有神！九州有神！”众士兵再度大吼起来。三坛海会大神出世，震惊蓝星，西王母灭杀西方神明，传人震慑西方，九州神明之威早已传遍整个九州。今天大家不为生死集结在这里，只为转变信仰，从此只信我东方神明，不管是遭受神罚还是十死无生，都在所不惜。大家可以喊出神像真名了。罗天立马站了出来：“我先来吧。”结果京城总督李波亮霸气一吼，将罗天挡在了身前：“罗天，你给我退回去！”罗天一愣，有些不解地看向总督。李波亮淡淡一笑：“你可是我九州最强男人，我九州军营的宝贝，信仰转变的事情还是由我先来吧。”罗天脸色一变，沉声道：“李总督。”李波亮潇洒一笑：“作为武尊，我已经活到头了，相当于一只半脚已经踏进了棺材，这件事由我来最为合适。”说罢，李波亮来到哪吒神像前，身上白色的信仰之力缓缓消散，飘向哪吒石像，紧接着一股死气开始在他的身上弥漫开来。一众将士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李波亮很明显只剩下了半条命。罗天双拳紧握，仰天怒吼：“九州军人虽死犹荣！”这就是信仰消失的惩罚，同样也是西方神明用来控制人类的手段。信我者平安无事，不信我者将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而这一幕已经通过摄像头清晰地传到了程家。加百列跟程天霸一脸幸灾乐祸，程天霸在胸口虔诚地画了个十字，信上帝得永生。这些人妄图改变信仰，活该生死道消。加百列更是兴奋地嗤笑起来：“哼，九州就算有2个神明又能如何？得不到足够的信仰之力，连主神都算不上。西方教廷才是永恒。主教说得对。”程天霸连连点头，不敢有丝毫反驳。这时我十分淡定上去扶起了李波亮：“李总督，平心静气，喊出石像真名，剩下的一切交给神明。”李明亮面色苍白，摇摇欲坠，但还是十分清晰地念出了哪吒真名：“一宝灵珠落在陈塘关内托真神，九湾河下朱里艮。”怒发抽了小龙筋。见到这一幕，加百列微微摇头：“这老东西真是死不足惜，只剩下半口气，还敢念出神明真名，转变信仰。”程天霸连连点头，恭敬开口：“是啊，这老东西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信仰西方神明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行了，没必要再看了，结果早已注定，你先下去吧。”在加百列眼中，死了一个京城总督，这场信仰的转变仪式肯定会被叫停，从此九州70%民众依旧被迫信仰西方神明，九州翻不起大浪来了。闻言，程天霸连连点头，起身这就向外走去，同时眼角余光有意无意地往屏幕上瞥了一眼，可这一下却让程天霸身子一僵，愣在了原地。画面中本应该生死道消的李波亮不但没死，那头白发反而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就连略微佝偻的身体都挺了起来，竟在短短10几秒内从武尊一跃为武圣初期。加百列瞳孔一缩，心中1万匹草泥马奔驰而过。他清楚地记得，伟大的造物者耶和华之下的神罚是谁都无法逃脱的，哪怕是主神继承者也无法抵抗。可李波亮偏偏就直接晋升为了武圣。一旁的程天霸双拳紧握，一脸苦涩，心中就好像是吞了一颗苍蝇般难受。他坚信西方神明正统，这才孤注一掷将自己绑到了教廷的战车上。九州神明越出洋相，他就越开心，越幸灾乐祸。可谁曾想九州神明竟如此强悍，连上帝神罚都能为信徒抵消，这足以说明九州神明完全可以超越上帝。主教，这上帝降爱于世人，不忍看信徒疾苦，这才网开一面。加百列胸前疯狂画着十字，大声辩解道。而练武场四周潜伏在暗处的探子们早已胆寒，作为高级别的探子，他们除了西方2大势力之外，去任何地方探查情报都如入无人之境，全身而退也不过是一念之间。可自从李波亮开始喊哪吒3太子的名讳，整个练武场就已经被一股恐怖的威压所笼罩，那是即使面对本国最强者都不曾有过的感觉。万能的主啊，您的信徒向您祈祷，请您保佑我平安完成这次任务吧。石像前，李波亮容光焕
发面容坚毅，莲花化身无坏体，八臂神童到处吻，一时间神像金光灿灿，熠熠生辉。李波亮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已经恢复到了40岁时的黄金年龄，而一众将士更是目瞪口呆，难以置信。所有人都清楚，转换神明信仰只有死，可李波亮不但毫发无损，修为不退反进，瞬间成为继罗天之后九州第2强男人。这时我后退到东方玉晓身边，淡淡一笑：九州神明不会放弃每一位九州人，更不会亏待任何一位信仰他的人，这才是我九州神明。见状，东方玉晓兴奋地握住了我的手腕：赵先生，你果然是我九州贵人，如果本王再年轻几岁，肯定会嫁给你的。女帝真性情。我尴尬一笑，只得微微低头。李波亮周身气息一滞，陡然说出神像真名：三坛海会大神哪吒三太子。那一瞬间，身上气势终于提升到了顶点，一股无形的气浪犹如一道狂风延伸出数里。李波亮的修为最终稳定在了5胜初期，寿命更是直接增加了1甲子。暗处的探子看到这一幕，很多已经忍不住开始颤抖起来。这时李波亮视线一扫练武场，暗处一声低喝，无数探子心脏爆开，当场毙命。我不屑一笑，看都没看那些尸体。作为神明继承者，感知力强悍非常。其实在这些探子进入练武场就已经发现了，只是故意没有点破，因为我就是想通过那些镜头告诉全世界，不管信仰西方任何神明都可以改信九州神明，而且获得的好处会更多。此时李波亮面向众将士激动的大吼道：信哪吒得长生！一时间所有将士齐声大喝：哪吒三太子，哪吒三太子！随着探子暴毙，屏幕画面戛然而止。大主教加百列跟成天霸面色苍白，虽然自己嘴上说上帝仁爱网开一面，但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沉默良久，加百列这才怒声吼道：必须要上报教皇！从赵飞宇喊出石像真名，九州就一直在逆天而行，九州必亡。反之成天霸坐在座位面无血色，这一次终究是自己站错了队。九州神明非但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不堪，反而极强。成家完了。很快九州人转变信仰成功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整个蓝星。韩州国主朴明炫在听到此事之后大为震怒，因为死掉的10几个探子都是韩州精英中的精英，韩州能在对抗海族大战中做出贡献全靠他们，可是现在却被一锅端了。片刻后，朴明炫来到了宫殿地下20米深的一处秘密地宫，仰头看向高10余米的石像，面色凝重异常。这尊石像要先于西方石像降临，直接轰在了韩州国土上。当初的老国主并不知晓此为何物，便将其秘密地隐藏至此处数百年。韩州虽然已经知晓石像真名，却因种种顾虑而一直不敢喊出。现在九州神明横空出世，将西方2大势力注意力全部引了过去，或许韩州的机会来了。而在教廷内部圣殿，以上帝为首，存放着12具闪耀着金光的天使神像，其中1具神像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光彩，变得暗淡无光，正是在九州陨落的圣骑士海德尔。这对于教廷来说绝对是一个损失。而现在听到加百列从九州传来的消息，教皇终于坐不住了。异端，这绝对是异端！蓝星陆地面积不断缩小，海族肆虐，蓝星人本应同仇敌忾，对抗海族。九州信仰上帝，信仰统一，齐心协力对抗海族不好吗？你们为什么总是想着反抗，总是想着背叛？奥古拉一张脸近乎扭曲，自从继任至今，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说罢，他手中黄金权杖白光大盛，整个圣殿都被笼罩上了愤怒的威压。宗教裁判所、圣骑士、大主教等一干主神继承者，以及下面普通神明继承者，纷纷从各处急速赶来，汇聚于圣殿之中。乌列二世第一个赶到，立马单膝跪在了圣殿之上，看着失去光芒的海德尔雕像，不禁低下了头颅。教皇。与此同时，余众神明继承者也赶到，齐齐下跪。海德尔被九州神明继承者所害，陨落西方。九州女帝联合赵飞宇在京城转换信仰，我教廷受到了自建成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教皇面无表情，淡淡的说道。众人闻言，个个怒火中烧，却又噤若寒蝉。现在九州打算背离上帝信仰，改信九州神明，你们认为如何？乌列二世缓缓起身，沉声喝道：审判九州。奥古拉却是冷笑一声，再度问道：拿什么审判？海岸线上1000万教廷大军正在与海兽厮杀，蓝星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根本不可能内耗，也耗不起，不然奥古拉也不可能忍到现在才考虑动手。宗教裁判所还能临时抽调出20万大军，完全可以踏平东方。乌列二世朗声喝道：20万大军！奥古拉眉头微皱，不断权衡。海族可怕，九州更是可恶。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九州无视我教廷制定的法则，先是杀我主神传人，又改变信仰，早已成为异端。若不镇压九州，恐怕还会有第2个、第3个九州出现。乌列二世一本正经地说道：对，审判九州严惩不贷。其他神明传人纷纷点头。黄金权杖一砸地面，奥古拉身上圣光爆射而出，整个圣殿瞬间鸦雀无声。片刻之后，奥古拉才开口：以主的名义宣言，九州背离了主的信仰，已成异端，十恶不赦，要求九州在3日内交出2尊石像以及3坛海会大神传人，否则教廷20万大军将远征东方，踏平九州。愿上帝原谅九州，阿门。众人闻言顿时兴奋不已。教廷宣言一经发出，瞬间席卷整个蓝星，大小势力纷纷附和声讨九州。网络键盘侠更是疯了一般吐槽：什么狗屁九州有神，我西方神明之下2个也神，当真以为能掀起大浪？西方网友骂得凶，东方网民更是犹如疯狗，几乎到了犬吠的程度。老老实实不好吗？为什么要背叛上帝的信仰？这不是在自寻死路吗？只要将赵飞宇交出去，九州自会没事。西方是高贵人种，我九州不能反抗西方。京城，李波亮将各国对于此事的态度汇总，正在向东方玉晓禀报。几乎所有国家都支持西方，要求东方玉晓交出赵飞宇向教廷认罪。而国内一时间也分成了2个派别，一派主战
九州已经沉睡多年，是该崛起向全世界证明实力了。还有一部分强烈要求交出赵飞宇。九州女帝亲自去往教廷向教皇请罪，一时间风雨欲来。东方玉晓冷哼一声，这些国家被教廷跟众神山奴役了太久，即使有我九州出头，也依旧是抬不起头的奴才。整个蓝星兽两大势力荼毒太久，一时间怕也无法接受跟他们同为下等人的九州崛起。李波亮低声说道：“对于教廷的宣言，你怎么看？”东方玉晓不屑一笑，随即问道：“战！”李波亮几乎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可我九州。”东方玉晓抿了抿小嘴，关于海族新一轮的进攻，所有国家都在调兵遣将积蓄兵力。上次4000将士进行信仰转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抗海族。4大军营4000万将士马上就要前往海岸线，不但抽不出多余的兵力对抗教廷，而且教廷大军几乎清一色的战士级高手。虽然九州将士人多势众，但精英却是少之又少。这一仗九州胜不了。不过短短10几秒，东方玉晓便是冷哼一声：“要战便战，我九州有何惧之？女帝所言极是，我九州无惧。”轻轻揉了下太阳穴，东方玉晓摆了摆手：“你先退下吧，我静一静。”李波亮拱手抱拳，缓缓退出了御书房。东方玉晓则深吸口气，往皇宫另一处方向走去。在皇宫东北角有一处特殊的存在，此处外面近100位士兵把守，一脸好奇，因为原本冰冷的练功房，现在距离10米之外都能感受到一阵阵热浪。此时我正全力催动大周天运转，丹田之上的9转紫金丹不断发挥出药力，使得我的身体犹如一块烧红的烙铁。随后我纵身跳入准备好的冰水中，整个水池都开始沸腾起来。体温降下来后，我又拿起一柄长枪舞了起来。哪吒的一招一式如放电影一般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只是现在的我还不足以使用意识海中的火尖枪。突然我体内气息一滞，紧接着猛然向外荡出，整个练功房嗡嗡作响，长枪飞出轰在了墙壁之上。在练功房已经1天1夜，我终于提升到了5尊巅峰半步武圣。5尊与武圣之间横跨着一条鸿沟，别说是东方，就算是西方得到神明小部分传承的士兵，也大部分只能修到战尊，没有莫大的机缘很难提升到战圣。而与海族的战争中，5尊便是战斗的主力。想到这，我长舒口气，再次进入池水中淬炼肉体。可这时却听到叮的一声，检测到哪吒跟西王母在主神空间外等候，是否让他们进入？闻言我一愣神，立马进入主神系统内，点头道：“让他们进来吧。”很快哪吒便带着西王母进入到了主神空间。哪吒依旧是那副打扮，而西王母却是一身华服，高贵典雅，两个人对比起来是一个像儿子，一个像母亲。只听哪吒躬身开口道：“上仙。”西王母同样微微欠身，眼中满是恭敬。闻言我微微点头回应：“三太子、西王母，你们来此所为何事？”这段时间前辈为我2人收集信仰，令我2人修为开始提升。说罢又从怀中拿出了一颗丹药，这是家父从一人手里缴获的奇花异草，由老君炼制成7星丹，对于提升修为很有帮助，还请您笑纳。我点了点头，心念一动，7星丹已经到了我的手中。不过哪吒这一举动却让西王母愣住。哪吒出世至今一向嫉恶如仇，直来直去，现在居然会讨好人了，这还是自己认识的三坛海会大神吗？不过转念一想便释然，毕竟我正在帮助大家重掌信仰，诸神在蓝星上的未来全看我。再者赵飞宇曾经是一位圣人，虽说现在伤了根基，但未来不一定不会恢复。不管从哪一方面讲，赵飞宇都值得敬重。西王母不禁微微欠身，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玉简。上仙、小仙这里除了4大杀阵以及西黄金拿得出手之外，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如果上仙感兴趣，倒是可以拿去观摩1、2，那我就收下了。我微微点头，便将玉简收了起来。不管是西黄金还是4大杀阵，可都是东方神话中的顶级存在，就算掌握一件，在神系中都可以横着走。正说着，我突然有些惆怅。西王母人美心细，立马看出了我的异常，低声问道：“上仙，可是有什么心事？”闻言，我将西方教堂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西王母不禁冷哼一声：“西方蛮夷，实在可恶！我九州本就应该信仰九州神明，却被西方神明夺取信仰数百年。现如今，我九州人只是信回属于九州自己的信仰，却要被西方威胁讨伐，是何道理？耶和华跟宙斯2大神系在天路贡献不多，却敢纵容那些继承者为所欲为，荼毒九州。”哪吒直接大喝一声：“小仙可待上仙出手，严惩西方！”闻听此言，我一脸疑惑：“你们貌似不能降临蓝星吧？”谁知哪吒却咧嘴一笑：“上仙所言极是，但是这段时间小仙积攒了足够的信仰，可以借助信仰之力险胜一次，施展出本尊的部分能力。”我神色一动，微微点头：“这倒是可以，那就麻烦三太子了。”随后2人告辞，我也神归练功房，正好撞见东方玉晓走了进来。“飞宇，教廷东征的宣言你知道了吧？此事你怎么看？”我毫不犹豫脱口而出：“教廷东征有来无回。”东方玉晓一脸纠结：“可按照目前的形势，咱们九州胜不了。”我深深看了他一眼，一字一句道：“事在人为，难道您没有信心？”东方玉晓有些惆怅，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世界最难以确定的就是未来，比如谁能想到九州有神呢？此话一出，东方玉晓精神大振：“要战便战，本王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九州不是谁都可以随意践踏的。”很快九州便发布宣言迎战教廷，而就在短短半小时内，曾经与九州还算交好的大小国家纷纷与九州切断了联系，甚至无数小国伺机而动，都想在这场纷争中瓜分九州一杯羹。太城军营罗天正在喝茶，有7、8人大步进入到了军营之中。罗天头也不抬，淡淡开口：“你们有事？”只听一老者沉声说道：“大统领，女帝想要以卵击石，极不明智，若是教廷东征，我等必死无疑。”罗天依旧一脸淡漠，吐出2个字眼：“是吗？”那人重重的点了点头。教廷掌控天下数百年，底蕴丰厚，
九州只是多了2尊神明，如何跟上帝坐镇的教廷对抗？闻言，罗天眼眸一寒，那你的意思是？只听那人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发动兵变，控制本省，宣布自立投诚教廷。对此，罗天只是笑了笑，那人却以为得到了赞赏，再次开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一线生机。而你作为九州最强男人，或许也能从中得到诸多好处。大统领，只要您同意，事成之后，我们直接拥立您为王。其余几人纷纷附和起来：我们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不需要考虑了。罗天低喝一声，长枪瞬间出手，那人脸色一变，脑袋便直接被拦腰斩断。众人心中一紧，来不及做出反应，也如那人一般，人头齐齐落地。大敌当前，胆敢发动反动言论，唯有死耳！罗天冷哼一声，毫不留情地喝道。太城军营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九州，凡是出现反动言论的地方，皆是血流成河。2天后，教廷外的圣山之前，20万天空骑士集结在教皇身前。乌列跟加百列对着教皇微微下跪：教皇，我等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教皇微微点头，沉声道：消除异端，踏平九州，我等必不负众望，凯旋而归。众骑士一声大吼，朝着东方大步而去。而此时九州西部一片100余平方公里的荒漠，集结了4万九州将士准备应战。4万对阵20万，结果显而易见。罗天、李波亮2人对面而立，望着蓄势待命的众将士，不禁一脸苦笑。李波亮感叹一声，低声问道：大家的遗书都写好了？罗天点了点头，都已写好，包括我的。李波亮却摇了摇头：你可不能死，你可是九州战神级的存在，你若出现意外，对将士们的打击可是极其恐怖的。罗天无奈：人没有不死的，只是没有死在海族人手里，却死在了蓝星同胞手中，倒也真是一个讽刺。这时我跟东方玉晓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看着2员大将愁眉苦脸，不禁笑道：说什么死不死的，这话太晦气，不太适合今天的气氛。同时东方玉晓哈哈一笑：再说或许先死的会是本王呢，我等誓死追随女帝。罗天跟李波亮立马单膝跪地，大声喝道。东方玉晓拉过我一本正经道：不过谁死你也不能死。闻言我咧嘴一笑：我死您会难过吗？此话一出，李波亮跟罗天忍俊不禁：你说这话有些不太合适。当然的确会有些难过的，东方玉晓来这儿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不过他也下了一道诏书，如果他在此身陨，整个九州将会不遗余力的保护培养赵飞宇成为新一任王。赵飞宇打破九州无神的魔咒，乃是九州的希望，短短几天时间达到了5尊巅峰，简直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练武奇才，晋升武圣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再者，赵飞宇作为哪吒传人，九州第1尊神明继承者，一定会带领九州打败西方，甚至是海族。无论如何，赵飞宇都不能有事。我笑眯眯地看着西方，放心，我们都不会死，死的是教廷。罗天几人哈哈一笑，谁也没有把这句话当真。20万大军对战4万将士，就算这4万都是以当时的高手，也没有胜算。随后女帝用10几件法器开始布置法阵，内藏先天秘密生死机关，外按9宫8卦出入门，众将听命入9区黄河阵。闻言18000名将士进入其中，站于相应位置，最终组成了完成的杀阵。东方玉晓也舒了口气，身子不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口喘息着。这9区黄河阵乃是准圣布置，即使是圣人进入，也只能落得身死道消的下场。这时我上前递给了东方玉晓一瓶水，女帝以一己之力布置出9区黄河阵，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东方玉晓却是一脸苦笑，希望此阵能够发挥出他应有的威力吧，否则。而我却是嘴角微翘，信心满满，放心，定让那西方教廷有来无回。很快，教廷的铁骑来到了九州西部荒漠，20万骑士站定乌列，却有些不太满意。九州就派了这么点人，怕是不能让我们杀得痛快吧？这时察觉到异常的加百列沉声开口：这些九州战士是不是摆了一个阵型？乌列冷笑一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空谈。就算有阴谋，区区万余人又能掀起什么大浪？闻言，加百列点了点头，众骑士碾碎他们。20万大军齐头并进，犹如一把死神镰刀即将进行收割。东方玉晓面色凝重，双手掐动法诀，启动了9区黄河大阵。一时间18000名士兵全部隐藏了身形，待20万大军悉数进入，整个场景瞬间转换。这是怎么回事？突然的场景转换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只听乌列大喝一声：这是阵法，大家不要慌，随我冲锋破掉阵法。说罢便长矛一指，率先冲了出去。阵外东方玉晓面露冷笑：9区黄河阵乃九州上古4大杀阵之一，连圣人都可灭杀。阵中骑士只听得耳边鬼哭狼嚎，隐藏在暗处的士兵配合着大阵不断攻击。这些骑士就好像迷失了心智一般，摇摇欲坠，慌乱中纷纷被九州士兵斩下头颅。而此时的画面被战地记者进行了现场直播，那些西方网友看到这一幕彻底傻眼了。邪术，这肯定是九州邪术，难道九州叛变跟海族暗中勾结？同样，乌列跟加百列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20万大军汹汹而来，本应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现在却被困于此地，还折损了几百人。小小阵法不足为惧，随我破阵！乌列怒吼一声，长矛一指，众人再度冲击。毕竟是20万人，声势浩荡，即使强如9区黄河大阵，也开始出现了皲裂。伴随着一声声脆响，10几件法器应声而碎，暗处的上千名士兵显现，直接丧生于铁骑之下。东方玉晓冷哼一声，双手不断掐动法诀，只听隆隆之声响起，地下居然钻出了无数骷髅，撞向教廷大军。转眼
眼间便有上千名天空骑士失去性命，不过半个小时，便有上万天空骑士死在了这场大战之中，而阵法也终于达到了临界值，摇摇欲坠。冲！加百列双眼血红，十字圣剑挥舞间便有十几具骷髅成为碎骨，转瞬间十几件法器化为齑粉。东方玉晓喉头一甜，不禁喷出了一口鲜血，其中的小阵法被破了，毕竟只是武皇初期，运转如此大阵还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直播间原本有些惶恐的西方网友开始装逼，任你九州邪术再强，在我教廷铁骑面前也不过是纸糊的老虎而已。作为蓝星最强战士，天空骑士果然名不虚传，九州人还是准备好下跪投降吧，死亡很快就会蔓延至整个九州。而九州网友却没有多言，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场混战，又是一批九州战士被杀害，20多件法器同时崩碎，九曲黄河阵岌岌可危。随我冲锋，踏平九州！乌烈一声怒吼，率领众骑士再度冲击，18万铁骑黄沙滚滚，势不可挡。罗天手持冷面寒枪，脸上满是决绝，同时我也接过长枪，踏出一步，豪气冲天。战！所有将士将长戟斜指教廷骑士，伴随着天空骑士越来越近，他们身上的圣光也开始变得耀眼。这是东征之前教皇赐福的圣光，可以让他们的速度更快，战力更强。伴随着骑士们距离越来越近，圣光仿佛已经轰入九州将士眼前。李波亮一柄长剑紧握手中，身体开始轻微颤抖。他已经忘记自己有多久没有上阵杀敌了，心中的悸动早已令他忍不住，现在就想冲出去。东方玉晓也将腰间佩剑迅速拔出，直指教廷大军：护我九州，唯有死尔！护我九州，唯有死尔！众将士齐声怒吼，向前狂奔，终于与教廷大军撞在了一起。东方玉晓一人一剑，全力爆发出武皇修为，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而我则站在东方玉晓一侧，枪出如龙，每次都会带走5、6个骑士的脑袋。罗天、李波亮同时对上乌烈跟加百列，长枪圣剑在空中激荡，自成小空间。武圣之间的出手虽不如武皇恐怖，却也令众将士胆寒。不过数分钟已是漫天血雨，干燥的地面也血流成河。这时西方网友再一次大声叫嚣：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西方教廷战力的代名词，你们九州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最终也只是死亡罢了。西方万岁，教廷万岁！这时九州网友才终于忍不住纷纷反驳：我九州几千将士就可换你教廷几万条性命，你们也有连犬吠？我九州女帝亲自指挥，定能打得你教廷屁滚尿流，九州必定崛起！但直播间里吵得再凶也无法改变战局。随着战斗的深入，双方短兵相接，彻底的斗在了一起。不过九州将士与教廷大军目前势均力敌，3万多人对战18万人，竟能打成平手。可突然一声巨响传来，大地开始晃动，九曲黄河大阵终于被破了。正在肆意杀敌的东方玉晓秀额紧蹙，喷出一口脓血。我低喝一声，立马上前搂住了他的腰肢，一边抵挡着周围骑士的进攻，一边后退。大阵里苦苦支撑的将士也都吐出一口鲜血，开始燃烧前能将武力提升到了50境，打算跟教廷骑士同归于尽。只是毕竟敌我数量悬殊太大，仅剩下的2万左右将士边战边退，而教廷骑士却步步逼近，无限嚣张。一名教廷骑士挑起一具九州战士的尸体，九州依旧只是下等人种，下贱胚子。众人见状也纷纷将九州战士的尸体挑起来，极尽戏谑。李波亮跟罗天已经退回到了东方玉晓身边，李波亮终究不敌对方，长甲上出现了几个血窟窿。加百列此时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依旧精神十足，哈哈大笑着说道：九州女帝武皇级高手居然会自己吐血，我看你这境界也是强行提升上去的吧。乌烈此时也是一声冷笑：什么九州有神，还敢叫嚣我西方才是神器之地，此等异端言行全都该死。不过你们若是全部跪下向我等求饶，或许我们会饶你们一命。此话一出，令九州将士眉头一皱，脸色难看至极。10几秒后，一名校尉提神屏气，紧握长戟轰然而出，直接刺穿了一名天空骑士的胸膛。其余众九州将士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你算个什么东西，让你爸爸投降，你还是先过来给你爸爸擦擦血吧。我九州人宁可站着死，不会跪着生。异端，果然是异端。乌烈脸色一黑，气得牙根直痒痒，长矛一紧，开始进行新一轮冲锋。九州将士身上的鲜血、残破的铠甲、破损的武器，以及刚刚不屈不挠的话语，全都清晰无比地传到了直播间。很多九州人泪流满面，却又无能为力。投降吧，真的会死人的。到了这种程度，投降真的不可耻。杀！乌烈冷笑一声，怒喝：10万教廷骑士上马，成为先锋，快步冲击。九州将士双眼血红，冷冷地盯着冲击而来的教廷骑士，眼中满是决绝。反观李波亮等人却突然放松了，相视无言，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就算折损于此，我等也将会成为对抗教廷的绝响。战吧，战！伴随着罗天一声大吼，九州将士不断怒吼着，全都做好了战死的准备。这时我却突然缓步上前，看着疾驰而来的教廷大军，淡淡道：撤！一时间，所有九州将士全都愣住了。于是我转过身去，再度一字一句道：我说往后撤1公里。闻言，罗天低喝一声：开什么玩笑，现在最应该退走的是你吧。东方玉晓更是直接抓住了我的大手，寒声道：你在搞什么？撤退1公里。我没有解释，依旧低声喝道：撤！望着那双纯净的眼睛，东方玉晓内心深处似乎被击中了，不再多言，直接重复了赵飞宇的话。一时间，所有人开始向后撤退，只我赵飞宇一人似笑非笑地看着冲击而来的教廷大军，张开了双臂：死到临头了还装逼！这几乎是所有教廷骑士的心声。转瞬间，众骑士已经来到了我眼前。乌烈脸色阴寒，怒声吼道：哪吒传承者，去死吧！而我却是不屑一笑，反问道：是吗？乌烈嗤笑一声，长矛冲着
着我的脑袋刺去，给爷死！就在长矛即将刺中我时，只听我仰天一声怒吼，神明降临！话罢，十几道红光自高空爆射而下，乌列以及周围的数百名教廷骑士直接被这十几道红光轰飞了出去，乌列重伤，数百骑士瞬间身亡。只见天边黑云滚滚，雷蛇窜动，一尊三头六臂的神奇不停闪烁着血眸。小鼠辈也敢犯我九州？只一眼，滔天的威压便席卷整个蓝星。直播间东西方网友表情各异，彻底疯了。我的天，神明居然降世了！要知道西方宙斯跟上帝都不曾降世过，这肯定是那个赵飞宇施展的幻术。然而此时战场中央的10余万天空骑士早已被哪吒的威压震得连头都不敢抬，无数战马开始不断嘶鸣在地上打滚。加百列跟乌列更是呆立原地傻若木鸡。他曾在异世空间跟真正的大天使长乌列有过一面之缘，原本他以为大天使长是除上帝之外的最强神明，可现在跟哪吒一比，他才发现大天使长狗屁都不是。这时哪吒手持火尖枪轻轻一晃，犯我九州者虽远必诛。紧接着一道红色的火焰爆射而出，整个天空霎时间变成了一片火海，一起抵抗，胜负犹未可知。乌列咬咬牙，一指长矛爆发出圣光，开始抵抗。与此同时，加百列以及10余万教廷骑士也不再沉默，将全部的胜利爆发出来，形成一道圣光屏障。然而那滔天的火焰轰在屏障之上，直接将圣光烧了个干干净净。转瞬间，沙漠彻底成为火的海洋，几十万战马骑士全被火焰烧得连渣都不剩。唯一证明这里曾经有一场大战的，便是1公里之外的九州将士。2万余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0几万战士级高手加上2名战胜，居然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秒杀。我九州神明无敌，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10余秒后，李伯亮这才回过神，大吼起来，犯我九州者虽远必诛。随后2万余将士也跟着齐声怒吼起来。教皇奥古拉端坐于王座之上，冷冷地盯着眼前3D投影出的哪吒神像，身体却早已被吓得麻木无法动弹。一位九州神明就有如此实力，如果是10位上百位，那奥古拉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众神山爱丽丝同样面色苍白，几欲昏倒。幸好哪吒投影是在九州西部，如果是在众神山，即使哪吒要将整个众神山抹杀，恐怕也不是一件难事吧。不，现在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不服输的爱丽丝深吸一口气，低声喃喃着。在哪吒灭杀10几万教廷大军这几天，九州周围的小国纷纷向九州示好，但这些建交请求全被女帝一一回绝。而教廷则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教皇将每个月的1号定为觉醒日，所有九州年满18周岁的学生都可以虔诚地呼唤西方神明的名字，以此来觉醒神明的部分传承之力。这在九州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曾经的九州民众只能信仰无法继承，只有九州那些大家族选出的精英得到教皇赐福之后才可以获得西方神明传承资格。很显然，教皇为了争夺信仰已经黔驴技穷了。与此同时，九州女帝立马做出应对，宣布将哪吒神像和西王母神像作为觉醒神像，只要在神像前呼唤神明真名并发自内心信仰，就能得到2位九州神明的部分能力。而我一从沙漠战场返回练功房，就吞下哪吒给我的7星丹开始修炼。7星丹化作7股力量游走于各大经脉之间，使得我运转周天的速度提升了至少3倍。不知过了多久，体内一声微响，所有力量竟全转为了真气，这说明我现在已经达到了突破5尊境界的临界值，如今只需一个契机便可突破至5圣。这时九州京城上空乌云汇聚，电闪雷鸣，正在研究阵法的东方玉晓看向练功房，这家伙又练出了一门神通，这个被誉为九州希望的存在，到底会成长到哪一步呢？此时我盘膝而坐，掌心5个紫色的雷球微微旋转，里面似乎蕴含着一丝天地法则，若是爆发出来，怕是有毁天灭地之能。这便是天罡36法，掌握5雷，意念之间可引下万千神雷。不过现在我只是5尊巅峰修为尚浅，最多只能引下数道神雷而已。随后我吐出一口浊气，缓缓走出练功房。见我出来，一位高手护卫立马躬身低声道：“赵先生，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反常了，等会儿怕是会有一场大雨。”闻言我淡淡一笑，吐出2个字眼：“未必。”而后立马一指高空，低声喝道：“散！”一瞬间，黑压压的乌云开始散去，阳光透过云层照耀大地，晴空万里。见到这一幕，几位高手惊得脸色通红，犹如被人扼住了喉咙，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却淡淡一笑，缓步离开，直到走出去很远，他们才反应过来，刚才天空的异象居然是赵飞宇的手笔。如今整个九州都关于我的传说，尤其以太城中学为盛。明天就是教皇规定的觉醒日，届时教皇选定的上帝雕像以及米迦勒雕像会被运送到各大高校，由年满18周岁的学生呼唤雕像进行觉醒。此刻李伯亮正向女帝汇报各大高校发放雕像的事情。东方玉晓眉头微皱：“你是说大家选择东方石像进行觉醒的比例只有1/10？”“是的。”李伯亮低声回答，这还是他保守估计，如果进行严格的测算，估计1%都不止。毕竟九州神明出现的时间太短，根基太浅，世人都知道接受西方神明传承之后实力有多强，而对于九州神明的传承，一切都是未知。尤其是那些大家族信仰西方神明已久，让他们突然转换信仰几乎不可能。此事怕是只能循序渐进了。最终东方玉晓只是摆了摆手。这时我淡淡开口：“不要着急，山人自有妙计。”闻言东方玉晓眉头轻皱道：“难道你知道些什么吗？”赵大英雄，
我微微耸肩，随意敷衍了几句。总之，大家明天就都知道了。一夜转瞬即逝，早上9点，几百名刚满18岁的学生在操场上等候，主席台上则矗立在4尊四方神明雕像。红衣主教贝斯姆跟孟家孟千仲聊着，听说你的小女儿这次也参加觉醒是吧？孟千仲恭敬开口。承蒙主教关怀，是的，我已经跟小女谈过了，她表示一定会选上帝。我们孟家对于上帝的信仰与崇拜日月可见。得到整个答复，贝斯姆很是满意。等你女儿得到好的传承后，我会向教廷请示破例安排她提前进天空骑士团。孟千仲心中一喜，立马抱拳，多谢主教。自己这一支如果有2位成员成为教廷骑士，那自己在孟家的地位必然会水涨船高。想到这，孟千仲在看人群中的孟雅文，倒是显得有几分顺眼了。赵飞宇来了，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我在罗天的陪同下，缓步坐到了主席台另一边，正好面对教廷。贝斯姆看了我一眼，脸色异常难看，就是这个家伙害得教廷3位战胜，20万天空骑士丧命9州。这次的信仰传承过后，我看你还能如何嚣张？随后校长大步来到主席台前，朗声道：同学们，首先恭喜你们，有机会在教皇钦定的觉醒日下进行首批觉醒。教皇已经对整个9州完成了赐福，现在大家可以选择神像进行觉醒了。伴随着校长的话，一个小胖子学生来到了米迦勒的石像面前，信徒李光蛋，请您赐予我强大的传承吧。战斗天使米迦勒。伴随着李光蛋的呼唤，一道淡淡的白光注进了他的身体。虽然只是简单的胜利传承，即使如此也让李光蛋欣喜若狂，因为他以后至少也是一位战士，甚至有机会晋升为战师。随后30多位学生几乎是商量好的一般，全部选择用西方神像进行觉醒。哪吒跟西王母的神像根本无人问津。罗天的鼻尖儿紧张的开始冒汗，要不我们先走？闻言我不紧不慢的反问道：为什么要走？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继续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罗天轻叹一声，失去了像是所有手段般无力。我却双眸微闭，轻轻一笑，如果走了可就看不到惊喜了。然后突然睁眼看向人群，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契机，一个将东方神明的传承传播出去的契机，而现在这个契机来了。人群中的孟雅文正在偷偷看着我，那一瞬间正好跟我的眼神相撞，犹如过电一般，立马低下了脑袋。他从那一道眼神里看出了3个字：我懂你。难道赵飞宇已经知道我会选择哪吒神像来进行觉醒了？果然心有灵犀呢。其实信仰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虽然很多学生选择西方神像进行觉醒，但他们大抵只是嘴上信奉，身体里并没有多少信仰之光。而这个女孩体内的哪吒信仰充沛，只要她成功继承了哪吒的部分传承之力，那么一切就都好办了。很快便轮到孟雅文上台了。孟千仲神色一动，笑眯眯地看着孟雅文。很快自己在孟家的地位又要得到提升了。然而孟雅文来到上帝雕像面前，只是停下看了一眼，然后越过米迦勒站在了哪吒雕像前。此举令所有人都是一惊。雅文要选择哪吒雕像进行觉醒，上帝跟米迦勒的雕像有几率获得强大的传承，可9州神明，孟雅文你可要想好，不要前功尽弃啊。孟千仲脸色巨变，冷冷地盯着孟雅文，大力咳嗽了一声。就只是这么一声，惊吓的孟雅文身子颤抖了一下，但她依旧站在哪吒雕像面前，没有移动分毫。18年来，她的生活里只有诅咒跟谩骂，哪怕违背孟千仲一丝一毫的意志，得到的就只是辱骂跟殴打。这一次她想要为自己而活，你这个贱批，难道想违背我的意志不成？见孟雅文无动于衷，孟千仲怒不可遏，起身就打算冲上去教训孟雅文。这时红芒一闪，一杆长枪深深没入孟千仲面前。随后我双眼微眯，淡淡开口：选择哪一尊神像进行觉醒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谁敢阻拦，杀无赦。可她是我女儿。孟千仲后退一步，鼓足勇气说道：孟雅文必须选择西方神像进行觉醒，自己已经在贝斯姆主教面前发过誓了，否则自己将会身败名裂。闻言我眉头轻皱，冷哼一声：于斯，她是你女儿；于公，她是9州子民。你公然阻止9州子民选择9州神像进行觉醒，到底是你想造反，还是你的家族想造反？孟千仲脸色变了又变，最终讪讪地退回到了贝斯姆一旁。虽然整个孟家都信仰教廷，但归根结底孟家依然是9州人，他不敢得罪教廷，更不敢得罪整个9州。此时贝斯姆气得咬牙切齿：孟千仲，你敢骗我？说什么对我主的信仰日月可见？孟千仲身子一颤，立马低声解释起来：主教大人，昨天这件批说好了要继承米迦勒神明的，我也不知为什么他会突然变卦，等着我教廷的审判吧。贝斯姆冷哼一声，不再多言，一句话便将孟千仲打入谷底。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栽在自己最看不上眼的女儿手里。这时我冲孟雅文微微一笑：这位同学，你可以进行觉醒了。好的。说罢，孟雅文脸色微红，立马对着哪吒石像跪下，双手合十，一宝灵珠落在陈堂关内托真神。九湾河下朱里艮怒发抽了小龙筋，三坛海会大神哪吒三太子。此言一落，哪吒石像红光大盛，可3秒之后红光消失，一切都恢复了之前的模样。见到这一幕，台下众人瞬间炸开了锅。我就说嘛，9州石像虽然强悍，但还是不如选择西方石像觉醒来的稳妥。孟雅文本想借哪吒石像出名，结果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9州神明不过如此。孟雅文自嘲地笑了笑，微微摇头，转身缓步走下主席台。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将会面对怎么样的惩罚，但他并不在乎，自己想要去争取的已经争取了。同时罗天叹了口气，起身打算离开。飞宇，走吧。可就当罗天屁股刚离开凳子，哪吒石像突然爆射出一道红光，尽数进入到了孟雅文的身体里，紧接着脑袋一侧，居然又长出了一个脑袋。1秒之后，又有一个脑袋长了出来。想提前看后续的彦祖们，可点击视频左下角下载 QQ 阅读 App，搜索超能神主即可免费观看。